我会好好上班的，不会再有消极情绪了。哼，这还差不多，再有下次，绝不轻饶。哼，个锤子横，还绝不轻饶，吓唬谁呢？小爷我可不是吓大的。喂，小子，我还没走呢。对不起，我错了。但我下次还敢。哎，行了行了，麻溜工作吧，看到你就烦。同志，是你老婆生还是你生啊？里面母子平安，你倒是哭成这样。平安就好，我当爹了。瞧这小鼻子，跟他爸一模一样。吃你的，爸不爱吃蛋。上次我听见你跟妈说你最想吃蒸蛋了。让你说瞎话。慢点跑，别摔了。昨天膝盖上那块青还没消呢，又皮痒了是不是？妈，我长大要当足球运动员。行，你先把这个破球踢进门框再说，门框在那儿呢。行，比爸强。爸当年连初中都没上完。我不想在家种地。去吧，家里不用你操心，走远一点，看的也多一点。到了省城记得写信，每星期写一封，别偷懒儿。你用那头夹菜啊？不是我刚才筷子掉了。你是新来的吧？以前没见过你。我叫周敏，在隔壁车间。你呢？姚宇。你哭什么呀？我都没哭。我就是没小没小，这么轻，这是我的儿子。儿子，爸一定让你过上好日子。你天天就知道面馆，你算算这个月我们两个说了几句话，我跟你说什么你都是好，知道了。我是在跟强过日子吗？我每天凌晨4点就起来熬汤底，晚上11点才收天。你以为我不想坐下来陪你聊天？我不是不想陪你，我是实在睁不开眼睛了。每次说都是这样，你累我懂，但我也累，两个人在一起越来越累，那还有意义吗？你带孩子吧，你爸妈能帮忙，比我一个人强。别让孩子吃太多方便面，对身体不好。我知道，你好好过你的日子。爸，咱们什么时候回来？等爸赚够钱，给你交学费。汉城的热干面很有名的，到了爸给你做一碗尝尝。我还没跟妈说再见呢。爸，我想开个面馆，本钱还差一点。我知道，二叔上次说可以借我2万，够的，半年一定能还上，您放心。大哥大嫂，今天刚开业，面煮多了，你们尝尝，不收钱的。小伙子，你这手艺不赖啊，明天肯定有人来。谢谢，明天我再多做点。昨天卖了8碗，今天争取卖15碗，一口都不能少，该熬多久熬多久。你别的不会，就会做面，把面做好就行，别的你不用管。今天这擀面又筋道了，还是老规矩，多放辣。姚哥，今天的面又筋道了，我跟你说，这家你一定要吃，分量足，肉放的比我老婆还大方，味道绝了，比前面那家贵1块钱的强了不知道多少倍。你先吃，不好吃我把碗吃了。等这个月忙完了，爸给你买个新书包。你那个书包拉链不是坏了吗？再给你买个带轮子的那种。你同学不是有人拉那种吗？爸，你别乱花钱，我这个还能背。你上次给我买的那双球鞋我还没坏呢。放心，爸写你的作业，等你期末考试考好了，爸带你去动物园。今天比昨天好，明天会更好。好的。这人在门口转悠什么呢？老板，你们这里招工吗？不招了，你去别处看看吧。老板，你招我吗？我很能干活的。你不可以进来的，你去其他地方试试吧。你还年轻，肯定能找到工作。
这人脑子是不是有点不正常？你真的不招我吗？不招了，我这店一个人就够了。听说了吗？火车站旁边那个热干面老板被砍了。听说了，就是因为涨了1块钱，本来4块1碗的面，他非要涨1块。这下遇到狠人了嘛？我听说呀，是那个老板说吃不起就别来吃，才刺激到人家了。也怪老板自己说话太难听，伤别人自尊了，人家能不跟你拼命？一个巴掌拍不响嘛。三人成虎，三人成虎，这就是三人成虎。还1块盐，吃不起别吃，什么脏水都往人身上泼，就欺负他，已经不能开口说话了，是吗？被告人吴泽，男，1995年出生，蜀省人。2017年2月6日从蜀省乘火车到达汉城。到达汉城后，曾前往 KTV、理发店等场所应聘，均被拒绝。2月16日，被告人吴泽前往一家鸡排店应聘。他施工的时候就感觉不太对劲儿，我们都不含含糊糊的，他自己把包放在了柜子底下，拿了把小刀站在门口。2月18日上午10点，被告人吴泽东达被害姚宇所经营的面馆，随后他从后厨取出一把拔菜刀，刺询问姚宇施了致命攻击，被害人姚宇当场死亡。经法医鉴定，全身锐器伤共16处。审判长，我方申请对被告人的精神状态进行鉴定。同意。我就在对面看得很清楚，那个砍人的在店门口转了好久，还问老板招不招工。老板说他店小不需要帮手。自始至终，我没有听到任何争吵。那个小伙子穿着凉拖鞋，在店里店外来回走。我跟我老伴说，这人不对劲，像丢了魂似的。我们好几个在附近开店的都说了，从来没接受过什么媒体采访，什么因为1块钱，什么吃不起别吃，我们根本就没说过这种话，也不知道这些话是从哪里冒出来的。我没有和老板发生争执，也没有觉得面贵了。下一集，我来接你，你信吗？那些话不是我说的。审判长、审判员，案发后，被告人吴泽东并未离开现场，他等待民警到达现场，并将其带走。这一行为具有投案的主动性，应认定为自首情节。当时跑也跑不掉了。审判长，跑不了，恰恰说明被告人主观上没有自愿的意思，他是知道跑不掉了，所以才没跑，这不构成自愿。鉴定机构曾前往被告人吴泽东的老家进行走访调查，调阅了其全部就诊记录，并当面对其进行了精神状态问询。吴泽东幼年即出现发育迟滞的情况，2016年5月曾在当地医院进行治疗，后主动出院。同年10月26日，吴泽东取得了残疾人证，证件显示精神残疾，残疾等级为2级。我儿子精神状态时好时不好，不好的时候我就管不了了。审判长，吴泽东是一个病人，他是社会的弱势群体，应该得到社会的关爱。他外出找工作屡屡碰壁，正是因为这些挫折，才诱发了他精神状态失控。我们希望法庭能够给他一个悔过自新的机会，不要对他判处极刑。姚宇，2011年离婚，独自一人带着儿子在汉城生活。他开的面馆生意并不好。案发当天，姚宇还向亲戚借了5000元钱，他的儿子还在上学。辩方律师说吴泽峰是弱势群体，那我请问姚宇难道不是吗？被告人多次表示悔过，愿意尽力对被害人家属进行赔偿。他的家属通过多方筹措，凑了4000元。原告方不接受民事调解，他们的态度我们是不满意的。
我们不会接受调解。案发之后，没有接到他们的一个电话，连一句道歉都没有。被告人吴泽忠犯故意杀人罪，判处死刑，缓期2年执行。同时，法院判处限制减刑，附带民事诉讼，赔偿被害人家属丧葬费25000余元。不管最后是20年还是25年，他总归是活着的。可姚宇呢？老弟，这是怎么了？没怎么。牛哥，你怎么来了？别瞒了，你这笑的跟哭似的。我刚才看的那个案子，一个面馆老板叫姚宇，被一个疯子砍了16刀。老弟，世间不平事太多了，难道每一件你都要挂心牵念吗？你只需要做好你自己就好了。对于无法改变的事，就当个看客吧。牛哥，如果我不知道的时候，我当然可以像你说的这样。罢了，我便帮你看看这个吴泽东还有几年寿命。若是个短命的，你也不必为此烦恼了。那就多谢牛哥了。咦，这么巧？怎么了？他刚刚死了。刚刚他不是还在服刑吗？就在刚才，死于心梗。这下好了，你心里这口气也舒畅了。牛哥，不是为我，是为姚宇和他的家人，还有那些关注这件事的普通人。哥哥懂你的意思，我这就让手下去把他魂拘来，接受审判。行了，我也去忙了，你继续忙你的事儿吧。走，见见姚宇。你是来找我的吗？姚宇，能看见我？是的。终于有人能看见我了！我告诉你，我的面没有涨价啊！我也不是因为1块钱被砍死的，我更没有说过什么吃不起就别吃这种话。我开门做生意，怎么可能说这种话呢？我知道，我都知道，那都是居心不良的人为了博眼球乱写的，他们会遭报应的。我只是好好的开着店，想多赚点钱给儿子交学费，我真的什么都没做啊！可是惨死之后，街头巷尾都在说着我的不是，我甚至都没和客人红过脸，为什么要我来承受这一切？我家里就我这一个儿子，我妈现在天天以泪洗面。可凶手呢？他竟然还活得好好的，每天吃喝不愁。吴泽东已经死了。你不是在骗我吧？他不是在里面待得好好的吗？是，本来他是活得好好的，但就在刚才，心梗发作死了。好啊，老天有眼啊！肯定是老天爷知道我的冤屈，帮我做主了。是，举头三尺有神明，他们帮你了。朋友，还不知道你的名字？名字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你该走了。原来你是来接我的。是的，你不想去地府看看害你的人是什么下场吗？我想，我无时无刻都在想。进去吧，他欠你的，全部都要还。究竟什么时候人们才能改掉这种习惯呢？他们的嘴巴一张一合，毁掉的却是别人的一生，甚至人都不在了也不得安宁。一哥，你答应过我去道观的哦，可不许反悔。知道了，知道了，马上就来接你。一哥，我们去道观呀。好，走。咦，怎么没开导航呢？你去过？其实我前段时间来过一次。哼，自己来玩也不带我一起。因为要提前把路探好，再带你一起嘛。这还差不多。
我们是不是要先买门票才能进去？哪来的门票？要不你坐门口收？嗨嗨嗨！此时不跑，更待何时？不知道怎么的，我觉得进来这里好舒服啊。等等，上香是有礼仪的，你看着，我教你。你还是来了。你是？我就是青雷。你，我知道你的疑问，今日便将一切告诉你吧。一切都得从他开始说起。千年前，他本是天庭一仙子，几次与我偶遇交谈，不知不觉间动了情念。原本我并不知晓，直到他被贬下凡，我才从别处得知他的心意。瑶瑶是仙子，这比他知道我是青雷神念还要让他震惊。当时我只为他惋惜，百世修为毁于一旦，又要重新来过。但没过多久，我突然感应到自己有一劫难将至，细细推算之后，发现是情劫。什么是情劫？是天道对神仙的考验，若度过了，便能保住神位；度不过，便是德不配位，消落神位，变为凡人。情劫这么严重？神仙不得有情，这是天条。为什么不能有情？因为动了情，有了私心，就无法公允地主持一切。不过这种劫难对我来说并不算难，我本道心坚固，不会为其所动。既然是小劫，就不必亲自下凡历劫了。于是我分出一道神念，附在一个刚出生的婴孩身上去历劫。我就是那个婴孩。不错，就是你。此劫过后，我本想收回这道神念，但不知为何，这道神念竟与你融合，无法分离了。按时间算，我这道神念也与你轮回百世了。百世？那之前的许多事，我也可以看见鬼，也能用雷吗？不，前面百世虽有我神念护体，你没经历多少苦难，但终究只是个普通一世。你偶然撞见了阴神，又接触到人间道统，才觉醒了我雷部法力。或许你已经发现了，你有时说话会言出法随，使用雷诀十分顺畅，因为你身体里有我的印记。你还有何疑问？青雷将军，我想知道那道情劫后来是怎么度过的。任他万般柔情，我自巍然不动。他因我被贬下凡，但最后有你伴他百世，也算是两不相欠。青雷将军，那我以后还可以用雷诀吗？若为世间公正可。一哥，我学得快不快？这香上的好不好？跟你说话呢，怎么走神了？很好，动作很标准，比我学的时候快多了。我去看看那边还有什么好玩的，你快点跟上来。你似乎有些烦心事。道长好，又见面了。不是烦心事，只是困惑。方便说来听听吗？或许我可以帮你略作排笑。不好意思，不是很方便。如果是想不明白的事，可以把它先放到一边，顺其自然，做好自己该做的事。或许一段时间后，你会发现，现在困惑你的事儿已经不重要了。是啊，做好自己该做的事。一哥，我刚才看那个道长，哎，真的和电影里一模一样。怎么个一模一样法？梳着道士的发型呀。他头发要是放下来，可能比我还长吧，而且瘦瘦的，道袍被风那么一吹，真有点仙风道骨的感觉。一哥，你说为什么同样是出家人，道长这么瘦，和尚却那么胖呢？因为他们吃的不一样啊。好了，不说这个了，上车吧。哦，你已经上车了，系安全带。
骑车怎么是这样？是不是喝多了？你还别说，真挺像酒驾的。好家伙，这人到底在干嘛呀？这不是作死吗？力哥，他会不会出事儿啊？瑶瑶，别下车，把手给我，深呼吸。来个凳子，谁有凳子？司机站不住了。是他撞的我，不好！谁绑了我？你出来！哟呵，还真听得懂人话。你下去干嘛呀？我们快回去吧，太吓人了。好，这就回去。你撞我干什么？你该去抓公交车司机，他把我撞死的，我就要他偿命，杀人偿命，天经地义。一哥，以后我们开车还是要慢一些，稳一些，安全最重要。是，不急那一时半刻的，安全最重要。回去洗个澡，早点睡，别害怕，你可是有烈士阴魂正气护体的，什么都别怕。好，我回去洗漱了就睡觉，我不怕。回来啦！哦，你之前想干嘛？想害死那个司机？他撞死我就得赔命。确切的说，是你撞的他。呸！你们就是一伙的，你是他请来对付我的吧？交警都才刚赶到，司机哪有时间请人帮他？你看清楚了，我是从自己车上下来的。你觉得这像是有人提前安排的？我问你。骑车之前是不喝了酒？是喝了一点儿，怎么了？还怎么了？喝酒不能开车，你不知道吗？我之前在路上就看你不对劲儿，车都歪成什么样了，这叫喝了一点儿。你管这叫一点儿？你那叫一点儿，那什么叫喝大了？就算我喝了很多，又怎么样？反正我是被撞死的，公交司机就得赔命。我还就告诉你，他不用赔，人家司机正常驾驶是你自己往他车上贴，而且你是醉驾全责，听过没有？你当我是傻子？你觉得我信吗？我被撞死了，他能一点责任都没有？你这事儿闹得挺大，但今天晚上肯定会有结果，到时候新闻一出，你就知道我骗没骗你了。你看看，死者李健，静脉血酒精含量达到295毫克每100毫升，听见没有？295，超过醉驾标准的3倍，这就是你嘴里说的一点。我老婆还有孩子，店里的进货单，那些没收回来的货款都只有我一个人知道，他们怎么办？怎么办啊？你再仔细想想，喝酒的时候有没有人劝你？有，这不知主，他直接把酒杯满上了，端到我嘴边，好多人看着，我实在是下不来台，就喝了。你放心，也不是一点赔偿没有，那个劝你酒的人就得承担民事赔偿责任，具体赔多少得看调查结果，但你家里人不会白受这份罪。面子，把命搭进去了。我妈80多了，我媳妇儿一个人怎么撑得住？现在知道后悔了，早干什么去了？你这样的行为真的是害人又害己。也就是你今天撞到大车上，要是你撞的是个行人或者别的不是店不惨，那人家招谁惹谁了？我和我老婆开了个小店，还有没收的货款都只有我知道，我不在了，这些账怎么结呀？钱要不回来，他们娘俩吃什么？我帮你把这事儿解决了，你安心去地府，怎么样？能解决吗？怎么解决？你就说行不行吧？行，能说清楚我就安心走了。那好，等晚一点我试试带你托梦。现在不行吗？我很急啊！你这刚死没多久，现在10点不到，你觉得你家里人这会儿能睡得着吗？也是哈。
马哥，好久不见了啊！嘿嘿嘿，怎么了，马哥？什么事儿？你说。哥哥是想跟你商量个事儿。最近不是招来的人有点多了吗？其他的办公位有些不够用了。没事，马哥，我这儿宽敞。老弟，本来我们是想让你有一个独立办公室的，不过你放心，新来的人坐过来之后，你们看不清彼此的脸，不会影响你的。马哥，你安排就行，我真没意见。多几个人，这儿也热闹些嘛。来人，把桌子抬进来。哇，这桌子椅子怕都是古董吧？这木头摸起来比我奶奶的嫁妆箱子还老。今天开始我就是地府打工人了，以后出去可以跟人说我在城隍系统上班了。这文件上记载名字也太多了吧？这得干到什么时候去？吓死姑奶奶了！这鬼毫不讲道理，又不是我杀的，对我那么还张牙舞爪的，我又不是凶手，我这辈子没见过这么不讲理的人。不对，是鬼！我说你敢说！我现在就带你去托梦，你准备好了吗？老婆，老公，你不是死了吗？我不会是在做梦吧？老婆，我确实死了，这趟是过来和你交代一些事的。你个没良心的啊！你倒是走了，有丈夫光着胯不能怎么活着？让你说啊，你说啊！托梦时间有限，快把你想说的告诉他。老婆，老婆，你听我说，你听仔细了。咱还欠着几家货款，单子夹在我常用的笔记本里，倒数第2页，你翻开就能看到。老张头和韩大姐各在店里欠了几百块的东西，你去要，他们不会不给的。他们都是老街坊了，脸皮没那么厚。还有家里的床下面有双我不常穿的运动鞋，黑色的那双，鞋垫底下我藏了1000块私房钱，你记得拿出来用。你竟然背着我藏钱！还不是你平时管得太紧了吗？我管你管得紧，我管你管得紧，所以你以前喝酒从来没出过事儿。就这一次没管你，你就把命喝没了，你还怨上我了，你还有脸怨我？没有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是我不该喝那么多酒，还骑车。老婆，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，我不怨你。老婆，这辈子是我对不起你和儿子，以后就要辛苦你了。如果以后日子实在难熬，你就再找一个吧。但是儿子不能改姓，否则我死不瞑目。你放心，妈，我会照顾好的，儿子也不会改姓。要是真有撑不下去那天，再说吧。小哥，这次真的谢谢你了，我愿意去地府，这就走吧。唉，又要上班了，刚送走一个，这会儿又来下一个了，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行了，别抱怨了，过一阵给你发奖金。这还差不多嘛。儿子，是儿子，就生这一胎就够了。咱家虽然穷，但不能亏着孩子。别人家娃有的，咱家娃也得有。慢点吃，没人跟你抢，这些肉都是你的。爸妈不爱吃肉，你多吃点。你为什么不吃啊？爸就爱吃这个，咸菜下饭，比肉香。你吃你的，多吃点才能长高。就这个红色的，麻烦包一下。慢点跑，别摔了！这孩子跟泥鳅似的，一溜烟就不见了。我的笔呢？那是我妈昨天才给我买的，谁看到我的笔了？
同学借我的，不是，是送的那个。以后别这样了。手脚不干净。邓家嫂子，你家小江啊，最近老是拿我们家小伟的文具。我也不是说他偷，就是小孩子之间拿东西，你看要不要？你说我儿子偷东西，你有证据吗？饭可以乱吃，话可不乱讲哦。你不要张嘴就上纲上线的。行行行，当我没说。以后我可不找你理论了，我直接找村支书。以后看见邓江，离他远点，别跟他玩，也别让他碰你东西，听见没有？他是不是坏人呀？你记住就行了，别学他。老王家的香肠又晾上了，你闻闻这味儿。去年他给我尝了一根，那个香啊，我能就着喝半斤酒。今年得厚着脸皮去跟他要2根。他每年都做，每年都说这是给我儿子的。那么多香肠他能吃完，不如让咱们帮着吃，放坏了多可惜。早听说王大爷香肠做的一绝，村里人提起来都竖大拇指，就是没机会吃到。去年隔壁老李头端着一碗香肠片从我面前过，那味儿飘了一路。这不，机会来了，老头子做这么多，他一个人哪吃得完？我不帮他吃，放着也是放坏了，浪费粮食，那可是罪过。这么多，这小子这回下手够狠的，也不怕撑死。够吃一冬的了。你别说，这老王做的香肠闻着是比别家好，这孩子眼光还挺挑。谁这么缺德呀？把我辛辛苦苦做的香肠全偷了！马上就要过年了。那是我专门做给我儿子回家吃的呀！到底是哪个不要脸的，偷别人东西就不怕遭报应吗？要怪就怪你香肠做太好了，别说小偷，我天天闻着都想尝尝什么味儿呢。你想吃自己买材料做去，没有惦记别人家东西的道理。又来又偷光了！我老头子跟你有什么仇什么怨啊？你他娘把我做给儿子的香肠全偷了，你不得好死，断子绝孙，天打五雷轰！王大爷，您可真是个好人啊！知道我家不够吃，又给做上了。行，今晚再辛苦一趟，事不过三，这是最后一次了。还是一样的味儿，正宗。老头手艺是真没得说。来了，他娘，快过来，儿子出事了！我是吃了王大爷家的香肠才中毒的。是我下的毒，我不抵赖。我做了3批香肠，前2批都是好的，只有第3批我放了老鼠药，我就知道他还会来偷，我就知道。